大家好，我是德和成都律师事务所的法山。最近呢，关于黄一鸣与王思聪的事情啊，就有很多朋友都在关注，然后呢，也有很多人在问我。其实呢，就其中具体的事实，比如说孩子到底是不是王思聪的，作为围观群众啊，我们无从得知。因此呢，对于这个具体的事件，我就不做评价了。不过呢，关于与富二代未婚生子的这类纠纷啊，我们所的婚家部呢，确实可以说是非常的熟悉，既帮助过男方，也帮助过女方，甚至呢，我本人以前也亲手处理过，可以说呢，经验还算是有那么一些。因此呢，这个话题我可以从实务的角度呢，跟朋友们做分享。首先我想说啊，如果女方怀了男方的孩子，无论是生孩子这件事情，还是在网上公开发生这件事，女方都一定要清楚你的目的到底是为了什么。如果说啊，你说自己只是为了借精生子，借所谓优秀的 DNA 一用，那客观上呢，借精生子也有借精生子的规矩，优秀的精子啊，都是要花钱买的，这点有过相关经验的朋友都懂。在此情况下呢，无论是主动公开曝光要求确认关系，还是索要抚养费，或许啊，你最终能获得成功，但在道义上呢，你可能就会有争议。其次啊，如果你的核心诉求是引发关注，并为自己的事业提供助益，不向当事人要求任何的经济补偿，那可能啊，也会有人认为你属于自力更生、独立女性，或许你也会收获一些支持。但是啊，如果你只是负气曝光，那也没什么可说的。地球呢，就是一个巨大的草台班子，其中呢很多决策啊，其实都是因为一时意气而做出的。你要为自己缺乏步骤的发生承担有关风险。而最后，如果说你是希望依法得到抚养费，并在此基础上获得一些经济上的补偿，那就完全可以委托律师介入了。然后，若女方的核心诉求是为了抚养费以及获得经济补偿，那我也要非常坦率的说，你的这个官司可能不会有你想象中的那么顺利，因为法院呢也会非常审慎的判断证据。首先啊，打确认亲子关系之诉没有那么的简单。虽然现在是立案登记制，且根据最高法关于婚姻家庭编的解释第39条，原告起诉请求确认亲子关系，并提供必要证据予以证明，另一方没有相反证据又拒绝做亲子鉴定呢，法院就可以认定确认亲子关系一方的主张成立。但在实际的司法审理过程中啊，情况没有那么的想当然。比如说，女方是否有提供必要证据，注意这里是必要证据来证明孩子是对方的呢？发生性关系的证据吗？这可不够，发生性关系不等于有娃，和富二代发生性关系的多了，客观上你也很难举证你也就只和他一个人发生过性关系，这不能算直接证据。拿出亲子关系鉴定报告吗？你以为偷偷拔根头发就行了吗？肯定不是的。如果你未经男方同意私自做了，那你怎么证明做鉴定的检材就是男方的呢？你最多啊只能证明孩子有一个父亲，但是呢你无法证明那个亲生父亲就是该富二代。这种情况下，法院可能会说，我是居中裁判方，我就没有帮你找证据的义务，你自己举不出证，就要自己承担举证不利的风险，并有可能啊进而不仅不同意你的鉴定申请，甚至直接驳回起诉。注意啊，这里是驳回起诉，不是驳回诉讼请求，具体区别在哪里？我们可以问问其他的律师。这是为什么呢？是法院在偏帮男性吗？也不是，原因很简单，打官司就是打证据。如果你缺乏必要证据，那法院呢就不该贸然启动鉴定程序，因为鉴定程序也事关另一方的隐私以及其他直接或间接的经济损失。我们实事求是啊，这年头呢，有钱人们的梦女还是不少的啊，且不说明星鲜肉富二代了，连涂磊老师都有梦女了啊，司法不能鼓励这样。所以啊，我们画个重点，有没有提供必要证据来推动鉴定程序是此类案件的关键。其次啊，从舆论的角度，女方呢也要有被骂的心理准备。注意啊，我这儿说的不是女方应该被骂啊，我不做道德评价，说的呢不是应然，是实然。从实然的角度呢，女方确实存在一些舆论风险。被骂什么呢？鸡贼啊，拜金啊，捞女啊，把孩子当成捞钱工具等等。当下互联网呢，两性事件就是最有流量的事件，裤裆的事呢就是大家最关心的事情。除了事关两性的事件呢，男性会有舆论的风险，女性也会有。对此呢，我就不做评价了，我只说啊，女方要有心理准备，如果你不能抗压，那就可能得不偿失。所以这时女方该怎么办呢？如果她请了有做过有关业务的资深律师啊，律师会告诉她以下几点。第一呢，是要非常慎重的确定自己的诉求，找好请求权基础，并准备好必要证据，这是案子能否推动实质性审理的关键。其次呢，是要谨慎的把握舆论，在明确的目的及合法框架下，你要有清晰的步骤和思路。第三呢，是要有一个善意的提醒，
就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有时可能不在于隔壁小王，而在于隔壁老王。小的不想要孩子，不代表老的不想抱孙子。这一点呢，大家细品我可以有这样一个结论呢，不能说全部，但是呢，相当部分顶级富裕家庭的繁殖欲，相较于普通家庭呢，确实总体是要高一些的。原因很简单，对在座诸位来说，生孩子可能是支出，可能是累赘，是负债，可对他们来说家里是真的有王位要继承。在此情况下，如果富二代此前没有在国外带过孕，那女方生的可能就是家中独苗。最后这种官司4个字，以打促谈，因为还有4个字叫血浓于水。真正有过孩子的朋友就会明白无论你是愿意还是不愿意，当你有了孩子以后，你灵魂深处的某个开关就会被突然打开，体内呢作为父母的那份血脉就会被瞬间的激活。这是人类作为生物的一种刻在灵魂深处的生殖和繁衍的欲望所决定的。所以多的不说，当爹的真正看到娃的正脸的那一瞬间，你要说他会无动于衷，那几乎是不可能的。说白了，很多富二代最后的结婚对象都不是他最爱的那一个，或者所谓他最在乎的那一个，而是给他怀上孩子的那一个。是的，虽然所谓的怀孕致富没有那么的简单，但我们也确实目睹或亲历过很多成功案例，所以呢，或许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的难。对此呢，如果女方没有委托律师，有一本叫《禁忌的律师：人间漩涡》的律师小说，里面呢，第一个案子就是此类的纠纷，都是根据实际的办案经验写的。可以说呢，把遇到此类案件的当事人可能面临的情况呢，都写了，甚至连官司该怎么打都手把手的教，很专业，很真实。关键呢是，据说还非常的好看，我真诚建议大家去读一读。为什么呢？因为这本书是我写的。欢迎来到真实的法律世界，点赞关注，跟你分享最真实的法律操作。我是法山，付费咨询或有案件需要委托的，请私信。我们下期再见。